悟空，为师来接你回家。圣人，跪着吧！我是菩提老祖，隐居方寸山，不问三界事，已500年。那一日，我正于洞中静坐，神游太虚，忽的心口一阵锐痛，仿佛有一根系了500年的线，蓦然崩断。我掐指一算，脸色骤变，血脉断绝，师徒缘尽。我那无法无天的徒儿孙悟空，500年前他离山时还是个毛躁的猢狲，咧着嘴对我说：“师傅，等俺老孙闯出个名堂，就回来看你，让三界都知道我是您菩提老祖的徒弟。”我骂他孽障，心却软着，知道他此去必惹风波，却未想到是这般结局。500年了，我第一次踏出了方寸山，山门外的云雾自动散开，仿佛也在畏惧我周身那压抑了500年的近乎凝成实质的寒意。山上万物俯首，所有的生灵都因我的出现而长跪于地。我没有腾云，一步步走下台阶，脚下的山石随着我的脚步无声化为齑粉，目标直指天庭。南天门外祥云缭绕，锐气千条。增长天王魔礼青正与持国天王闲聊，说起下界某处又有妖王作乱，语气轻松，仿佛在谈论一场有趣的戏剧。忽然他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悸动从下界传来，那感觉像是一只沉睡的洪荒巨兽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他猛地转头，看到一个青衣道人正缓步走来，但他每走一步，魔礼青就觉得自己的心脏被重重擂了一下，仙体发寒，神魂战栗。站住！来者通明！青衣道人似乎没听见，也没看他，他的目光落在魔礼青身后那高悬的金光万丈的南天门牌匾上，然后他抬手轻轻拂了一下衣袖，很随意的一个动作，就像掸去衣襟上的灰尘。咔嚓一声清脆的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，一道笔直的裂痕蔓延开来，迅速布满整个。下一刻，这块由9天玄铁铸就、受亿万年香火愿力加持，象征天庭无上威严的牌匾，就在他眼前悄无声息地碎成了最细微的粉尘，簌簌飘落。魔礼青张大了嘴，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，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无边的恐惧扼住了他的神魂，他发现自己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人踏过飘落的金粉，走入了南天门。直到道人身影消失在天门内的云路尽头，魔礼青才扑通一声瘫倒在地，七窍缓缓流出淡金色的鲜血，竟是被那一眼的余威生生震散了护体仙光，伤了本源。10万天兵天将的阵列在道人面前形同虚设。道人走过，他们手中的神兵利器无声锈蚀断裂，身上的仙甲宝衣失去光华，化为凡铁。没有惨叫，没有怒吼，只有一片死寂的令人窒息的恐惧。随着道人的脚步弥漫了整个天宫外。凌霄宝殿，玉帝正与群仙议事，殿内祥云缭绕，仙乐吟。忽的乐声一滞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压抑感笼罩了整个大殿。报！陛下，有道人闯宫，南天门牌匾碎了。殿中一阵骚动，托塔李天王怒目圆睁，哪吒三太子已握紧了火尖枪。玉帝抬手止住众人喧哗，面色沉凝。他修为高深，已隐隐感到来者不善，且那份威压古老而恐怖。就在这时，殿门口的光线似乎暗了一瞬，一个青衣道人已站在了那里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却仿佛成了整个凌霄殿的中心。他目光平静地扫过，那平静之下是冻结万古的寒意。玉帝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。菩提老祖，他认出了我，或者说认出了这种层次的存在所独有的近乎道本身的气息。玉帝，我徒儿孙悟空何在？玉帝眼底极快地掠过一丝慌乱，但随即被帝王的威严掩盖。原来是老祖驾临，有失远迎，令徒孙悟空皈依佛门，保唐僧西行取经，立下大功，早已被如来佛祖封为斗战胜佛。如今在灵山静修，享受无边极乐。老祖若司徒心切，朕可派人前。我打断了他，目光落在他玉阶之旁一个有些畏缩的身影上。那身影毛脸雷公嘴，乍一看赫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模样，只是那双眼睛灵动不足，狡黠有余，深处藏着难以掩饰的惊惧。既然我徒儿已成斗战胜佛，在灵山享福，那站在你身边这位又是谁？玉帝语塞，脸色微微一变。那孙悟空更是身体一颤，下意识地往后缩了半步。大胆！陛下面前岂容你放肆质问？此乃货真价实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受封斗战胜佛后，感念天恩，特来天庭述职。
你他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我看了他一眼，就那么一眼，李天王的怒容将在脸上，高举的宝塔金光瞬间熄灭，塔身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，他整个人如遭重击，连退3步，脸色由红转白，再由白转青，一口鲜血硬生生咽了回去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无边的恐惧，再不敢吐出一个字，满殿死寂，真落可闻。我重新看向玉帝，看向他身边那个瑟瑟发抖的孙悟空。六耳猕猴，你的变化之术得了形未得神，更遑论我徒儿的本源气息，你模仿不了1/1000。我大掌探出，那孙悟空尖叫一声，被压在底下，身上金光乱闪，再也维持不住变化，现出原形，尖嘴缩腮，毛色杂乱，正是那善灵音，能查理，知前后万物皆明的六耳猕猴。陛下救我，佛祖救我，是佛祖让我这么做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真相以最不堪的方式撕开了伪装。玉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脸上的镇定终于彻底。他看着现出原形、哭嚎求饶的六耳，又看着下方那个青衣道人越来越冷的眼神，只觉得那目光如有实质，压得他喘不过气，护体的9龙真气都在哀鸣溃散。是灵山，是如来。取经攻城之后，如来言那猴头，言孙悟空野性难驯，佛心不顾，恐成祸患。更疑他与你老祖有救，将来难以掌控，便使了李代桃僵之计，用这孽畜定了孙悟空斗战胜佛的尊位。而孙悟空的真身被如来抽离神魂，镇压于灵山万佛大阵之下，作为阵眼，都以其灵性淬炼佛光，永镇愿力。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又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。灵山、如来、李代桃僵、抽魂炼魄、永镇阵眼，冰冷的杀意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从我身上弥漫开来。殿中精美的玉砖无声无息地蒙上了一层白霜，距离烧尽的仙冠，须发结结冰凌，血液都几乎凝固。我看着玉帝，看着这满殿噤若寒蝉、体似筛糠的神仙，看着那瘫软在地、抖成一团的六耳猕猴。原来如此，好一个灵山，好一个如来，好一个李代桃僵，永镇阵眼。我教他通变化，10天时知地利，移星换斗，是让他顶天立地，是让他逍遥快活，不是让他被人冒名顶替，不是让他神魂俱灭，去当那老石子佛光的燃料。孙悟空，这个名字是我为他取的，你也配？呵，我轻轻笑了一声，笑声未落，那瘫在地上的六耳猕猴脸上惊恐的表情骤然凝固。下一刻，他整个身躯连同魂魄，如同被一只无形巨手捏住的琉璃，噗的一声轻响，化作最细微的尘埃，速速飘散，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，魂飞魄散，真灵不存。玉帝和众仙神头皮发麻，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。我没有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一步踏出凌霄殿，下一步虚空挪移，移至西天五山之外。灵山、大雷音寺、大雄宝殿，殿内金碧辉煌，佛光普照，檀香袅袅。如来佛祖高坐9品莲台，正在宣讲大乘佛法，妙音如莲，德咏金泉。座下菩萨、罗汉、金刚、比丘何止万千，个个听得如痴如醉，面露欢喜。忽然，如来讲经的声音微微一顿，几乎同时，所有佛陀菩萨都感到心头莫名一悸，仿佛有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，又像是某种沉睡的恐怖存在正在逼近。世尊，如来睁开慧眼，望向山门之外。当他看到那个青衣身影以及彻底暗淡碎裂的护山大阵时，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。是菩提。殿内一阵骚动。菩提老祖，他为那猴头而来，竟敢打上灵山，好大的胆子！世尊，此辽猖狂，当镇压之，以儆效尤。在他们看来，菩提老祖不过是个隐居多年的老道，能有多大本事？当年孙悟空那么嚣张，不也被佛祖翻手镇压？师傅又能强到哪去？他既来了，便让他知晓何为佛法无边。话音未落，一声闷响从灵山根基传来，整座大雄宝殿剧烈摇晃，梁柱嘎吱，瓦片坠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护山大阵碎了！惊呼声中，如来万丈金身显化，冲出大殿，怒视山门外。菩提，你安敢如此？我站在破碎的大阵外，看着那顶天立地的金色佛陀，看着那些或愤怒或轻蔑的佛陀。就凭你！如来在那根手指点出的刹那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，他再无保留，万丈金身佛光爆发到极致，左手捏不动根本印，右手结无畏印，引动灵山剩余佛力与万佛信念，化作遮蔽苍穹的如来神阵，轰然拍下。与此同时，观音倾倒玉净瓶，甘露化雨，文殊展出智慧剑，无数罗汉金刚结阵诵经，
梵音化作金色锁链，从四面八方缠绕而来。面对着毁天灭地的一击，我的手指依旧平静地点出，指尖触及虚空，定义了破。于是，遮蔽苍穹的如来神掌，掌心出现一个黑点，然后以黑点为中心，寸寸瓦解、消散，无声无息。净化光雨蒸发，智慧剑光倒飞，六牙白象溃散，梵音锁链轰动，万法皆破，万道皆虚。在如来以及所有菩萨罗汉不敢置信的目光中，我那看似缓慢的意指穿透了所有神通阻隔，无视了金刚不坏的金身环，点在了如来胸口。噗！轻微一声，如来万丈金身的胸口出现了一个碗口大小、前后通透的孔洞。透过孔洞，可以清晰看到他体内那枚不坏舍利上一道狰狞的裂纹正在蔓延。如来闷哼一声，金身光芒瞬间暗淡，庞大的法相轰然坍塌，现出丈六本体，踉跄跌坐莲台。他脸色金紫，气息萎靡，胸口空洞边缘金色裂痕蔓延。他低头看着胸口的洞，又抬头看我。佛眼中第一次露出了茫然和恐惧，整个灵山死一般寂静，所有菩萨罗汉都僵在原地，脸上的愤怒、轻蔑、自信，全部化为无边的恐惧。信仰在这一刻崩塌。我收回手指，不再看他，身影消失。再出现时，已在灵山地底万佛大阵核心，巨大的金色尺子，粘稠的佛力岩浆，贯穿真灵的金色锁链，池底一点微弱、残破、布满裂痕的暗金色光芒，在无尽痛苦中倔强地颤抖。徒儿。那点光芒微弱地跳了一下，一丝带着无尽痛苦、委屈、如沐的意念传来：“师父，是您吗？好疼！”我正要抬起手，西方天际骤然亮起两道无量大光，一金一银交相辉映，瞬间照亮了整个破碎的灵山。光芒中蕴含的威压，让时空都开始凝滞，比之如来的佛光更加浩大，更加古老，更加深不可测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！两声佛号同时响起，不高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生灵的神魂深处，带着抚平一切、度化万物的慈悲道韵。金光之中，走出一位面黄肌瘦、神色悲苦的老僧，手持一根七彩树枝，每走一步，脚下便生出一朵金莲，正是西方教二圣之一接引道人。银光之中，显出一位富态慈和、手持宝状的老僧，周身璎珞环绕，宝光庄严，乃是另一位圣人准提道人。灵山上下，原本面如死灰的佛陀菩萨们，眼中瞬间爆发出绝处逢生的光芒。是圣人，接引圣人，准提圣人，圣人来了，灵山有救了，请圣人做主，镇压此寮，以正乾坤。就连重伤咳血、气息奄奄的如来，眼中也重新燃起一丝希望，挣扎着想要起身行礼。接引准提立于虚空，目光先是扫过崩塌的灵山、重伤的如来，眉头微蹙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随即他们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菩提道友，接引开口，声音温和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圣威。许久不见，何故在此大动干戈，毁我佛门道场，伤我佛门世尊？准提也叹道：道友亦是得道高人，当知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这猴头，他看向阵地的孙悟空，目光深邃，与我佛门有缘，何该入我沙门，镇守灵山？此乃天数。道友强行逆天，煽动时光，复活此械，已犯大忌，更打伤如来，毁坏灵山，此等行径，恐惹天道震怒，祸及己身啊！两位圣人一唱一和，话语间看似劝解，实则已将逆天、犯忌、祸及己身等大帽子扣了下来，圣威如玉，缓缓压向我和孙悟空。寻常大能在此等威压下，怕是早已心神失守，跪地求饶。灵山众佛见状，心中大定，看向我的目光重新带上了嘲弄和快意。圣人亲临，还能让你翻了天不成？然后我抬起头，平静地看向接引和准提，看向这两位高高在上的天道圣人。说完了，我问。接引和准提同时一怔，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般反应。菩提道友，你……准提皱眉，说完了，就听我说。我打断他，声音依旧平静，却让整个天地为之一静。第一，我伸出一根手指，我教训我的徒弟是天经地义，他学艺不精，被人抽魂炼魄，是我这当师傅的没教好，我自会带回去重新管教。第二，我又伸出一根手指，我打如来是因为他动了我的徒弟，动了就要付出代价，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。第三，我伸出第三根手指，目光骤然转冷，扫过接引、准提，扫过整个灵山。至于你们，我顿了顿，在两位圣人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中，缓缓说道：教出这等货色，抢人徒弟，抽魂炼魄，还振振有词，你们这师傅当的也不怎么样。既然不会教，那就……我往前踏出一步，仅仅一步，轰！以我为中心，一股无法形容、无法理解，仿佛源自混沌未开、大道本初的苍茫气息轰然爆发。这气息古老到极致，厚重到极致，霸道到极致，瞬间冲垮了接引、准提联手布下的圣威领域，甚至反过来将两位天道圣人笼罩其中。在这股气息出现的刹那，接引道人手中的七彩树枝骤然暗淡，准提道人周身的璎珞宝光瞬间熄灭，两位圣人脸上的悲苦和慈悲瞬间凝固，化为无与伦比的惊骇。这是接引师生
手中的树枝都在颤抖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？准提更是连退3步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，仿佛看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他们感觉到了这股气息的层次远超他们的圣人之道，那是一种更加本源、更加至高、近乎道之本身的气息。在这股气息面前，他们赖以成圣、赖以高高在上的天道权柄竟然在颤抖，在畏惧。我本不想动手，我看着他们，声音淡漠。但你们既然来了，还想摆圣人的架子。我抬起右手，五指缓缓张开，对着接引和准提虚虚一按，没有光华，没有神通，只是一个简单的下按动作。但就在我手掌按下的瞬间，扑通扑通2声闷响，在灵山上下所有佛陀菩萨呆滞、茫然，继而化为无边恐惧的目光中，那高高在上、代表天道、万劫不磨的2位西方圣人，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，竟然身不由己，如同被无形巨手按压，直挺挺的从虚空之中跪了下来，双膝砸在灵山废墟之上，砸出2个深坑。圣人跪地不是自愿，是被强行镇压跪地。师尊，如来瘫在莲台上，看到这一幕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信仰彻底崩塌，一口金色的佛血狂喷而出。观音手中的玉净瓶哐当坠地，文殊的智慧剑脱手，普贤面无人色，所有菩萨罗汉全都傻了，懵了，魂飞魄散。圣人跪了，被菩提老祖一掌按得跪下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接引和准提跪在废墟中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浑身颤抖，拼命想要挣扎起身，却发现周身空间仿佛化为了混沌顽铁，将他们死死禁锢，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感觉到自己与天道的联系正在被这股恐怖的气息强行削弱、隔绝。无边的屈辱和更深的恐惧淹没了他们。他们终于明白，眼前这个一直隐居方寸山的菩提老祖，他的道行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理解。现在，我收回手，那股苍茫古老的气息也随之收敛。看着跪在地上颤抖的2位圣人，淡淡道：“还觉得我不会教徒弟吗？”接引和准提嘴唇哆嗦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有无边的恐惧在眼中蔓延。我转过身，不再看他们，伸手向下探去。接引大声道：“猴子已死，就算是圣人之上，也无人可以逆转时间去救他，是吗？”我轻轻道：“那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师傅是怎么逆转时间的。”时间长河在破碎的灵山上空奔涌，每一朵浪花都是一个世界的生命。我左手托着悟空那残破如风中残烛的真灵，右手抬起，对着苍穹一撕：“菩提道友，不可！”接引道人的声音第一次失去了悲苦的从容，带着急促的惊骇。他与准提显化在时间长河之前，2位圣人的身躯在银色长河的映照下，竟显得有些渺小。时间长河乃天道禁区，逆流而上，强夺亡魂，此为禁忌中的禁忌。道友纵有通天修为，一旦踏入，必遭天道反噬，生死道消是小，真灵永堕时光乱流，万劫不复。准提也叹道：“道友，孙悟空已死，这是定数，你强行复活，便是篡改天命，天命不可违啊！”灵山废墟中，那些原本面如死灰的佛陀菩萨，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希望。圣人都说不可，那便是真的不可。如来在莲台上艰难抬头，咳着金色的血，嘶哑道：“菩提，你救不了他，没人能在时间长河里带回已死之人，这是铁律。”我站在奔涌的时间长河前，银色的河水映照着我平静的脸，河水中有悟空大闹天宫的桀骜，有被压五行山下的孤寂，有西行路上的哭笑，最终定格在灵山地底那被无数锁链贯穿，在佛力岩浆中一点点熄灭的微光。铁律，我轻声重复，然后我笑了。在2位圣人满山神佛的注视下，在奔涌怒吼能碾碎大罗金仙的时间长河前，我笑得很淡，却让接引手中已经枯萎的七彩树枝无风自动。接引，我看向他：“你成圣那年，在时光长河边站了多久？”接引一怔：“36000年。”我说：“你站了36000年，试图看清自己成圣的因果线，最终只敢伸手触碰了其中一朵与你有关的浪花。”接引的脸色变了。准提，我又看向另一位圣人：“你更久，54000年。你想找到正道时那一闪而逝的灵光来自哪个时空片段？结果在河边的混沌中做了整整5个圆会，一无所获。”准提脸上的慈悲凝固了。你们在河边站了这么久，我缓缓道：“可曾真正踏进去一步？”时间长河奔涌的声音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。你们不敢。我替他们回答了，因为你们是天道圣人，你们的圣位，你们的力量，你们的一切都系于天道。我往前踏出一步，脚下是时间长河溅起的银色水花，每一滴水花都沉重如一个世界。所以你们觉得没人能跨过去。我看着河中悟空越来越暗淡的身影，所以你们觉得我救不了他。接引急道：“道有三思，即便你真能踏入长河，找到他的过去印记，带回现世需要付出的代价。”代价？我打断他，右手抬起，道则之手凝聚。接引，你当年在河边站了36000年，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圣人之下皆为蝼蚁。道则之手探入奔涌的银色长河，轰！时间长河暴怒，比之前强烈10倍的时光乱流，因果雷霆，命运锁链轰然袭来。我的道则之手上瞬间布满裂痕，淡金色的道血洒落，每一滴都在河水中燃起不灭的道火。我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苍白下去，
气息开始衰落。接引和准提脸色大变，他们能感觉到那反噬之力足以让圣人重伤。那你可知，我任由道泽之手在长河中前行，逆着能湮灭一切的洪流。声音依旧平静，在我眼中，天道圣人与路边草芥有何区别？话音落下的瞬间，道泽之手在长河中猛地一握，抓住了500年前方寸山下那个刚刚学会筋斗云，回头冲山洞咧嘴一笑，眼中闪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浑身充满鲜活生机的孙悟空。完整的灵魂印记，完整的生命烙印，没有丝毫损伤，没有500年镇压的痛苦，没有灵山地底的绝望，那是纯粹的，未经玷污的，属于齐天大圣的本源。回来！我低喝一声，道泽之手抓着那团温暖跃动的印记，从怒吼的时间长河中悍然收回。噗！一大口淡金色的混杂着时光碎片的本源精血喷出，我的身形晃了晃，左臂拖着的残破真灵几乎要脱手。道泽之手在离开长河的瞬间，从指尖开始寸寸绷紧，化为最原始的光点消散，而我付出的代价清晰可见，近半元神灵光暗淡，大道之基出现裂痕，周身缠绕着肉眼可见的黑色的因果反噬锁链，未来道途已蒙上无尽阴霾。但我稳稳站着，右手掌心那团从500年前带回来的完整的孙悟空印记，正散发着温暖而蓬勃的光芒。接引和准提呆呆地看着我掌心那团光芒，又看看我身上缠绕的因果锁链，最后看看彼此，眼中是同样的无法理解的震撼。你竟然真的……接引的声音在发抖，付出了这么大代价，准提喃喃，就为带回一个徒弟的过去印记，值得吗？我低头看着左手掌心那残破的真灵，又看看右手掌心那完整的印记，然后我开始将它们融合。残破的真灵如干涸大地逢甘霖，贪婪吸收着生机，裂痕开始弥合，完整的印记如游子归乡，主动融入，注入早已失去的活力与记忆。光芒在我掌心亮起，越来越盛，心跳声咚咚如战鼓。值得吗？我重复准提的问题，在越来越盛的光芒中，缓缓抬头看向2位圣人，看向满山神佛。接引，你当年在灵山讲道，有弟子为你观察3万年，你可记得他名字？接引一怔。准提，你坐下有罗汉为你挡劫冰解，转世100次仍入你门下，你可曾去找过他一次？准提沉默。你们不懂，我掌心光芒已璀璨如朝阳，因为你们收的是弟子，是门人，是延续道统的工具，而我光芒达到极致，开始内敛，一个身影的轮廓在光芒中清晰。我收的是徒弟。光芒彻底收敛，一个身影轻轻落在我面前的地上，他晃了晃脑袋，挠了挠脸颊，摸了摸头上有些歪的凤翅紫金冠，然后他抬起头，眨了眨那双依旧灿若星辰却带着初醒般茫然的火眼金睛，看向我，看向四周，最后定格在我脸上，愣住，瞪眼，张嘴，师父。随即他看到了我嘴角的金色血迹，看到了我布满裂痕近乎透明的左臂，看到了我身上缠绕的黑色因果锁链，眼圈瞬间红了。师父，您……他想冲过来，又不敢，手伸到一半僵在空中，声音哽咽，您怎么伤成这样？我看着他，看着这张500年未见鲜活如初的猴脸，看着他眼中毫不作为的心疼，看着他重新挺直的腰杆和那双依旧灵动的眼睛，然后我笑了。这次的笑很真实，一点小伤。我说，倒是你睡了500年，可还提得动这根棒子？我目光示意向斜插在废墟中的如意金箍棒。孙悟空顺着望去，看到了那根熟悉的棒子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那熟悉的混合着桀骜、心痛、暴怒的复杂神色重回脸上。他咧了咧嘴，伸手虚抓，嗡，金箍棒化作金光入手，重重一顿，地动山摇。记得。他扭动脖子，咔吧作响，眼中金色火焰熊熊燃烧，目光如刀，刮过跪地的2圣，刮过满山神佛，但他没有立刻动手，而是先转过头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师父，谢谢。”然后他才转回身，面对灵山废墟，面对跪地的圣人，面对这满目疮痍的战场，金箍棒抬起，直指如来。现在，齐天大圣呲牙一笑，笑容冰冷而嚣张：“该算算咱们的账了。”我站在他身后，看着这个重新归来的徒弟，看着他那身锁子黄金甲在灵山残存的佛光下依旧耀眼。接引和准提跪在废墟中，看着孙悟空，又看看我，最后彼此对视。他们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为什么菩提敢踏入时间长河，明白为什么他愿意承受如此恐怖的反噬，明白为什么在他眼中，圣人与草芥无异。因为有些东西比天道重要，有些代价付得起，有些徒弟值得逆天改命，从时间的尽头带他回家。孙悟空站在灵山废墟之上，手中金箍棒斜指苍穹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这是500年后第一次自由的呼吸。师父，他没有回头，声音很平静：“您稍等。”我站在他身后3步，点了点头。然后孙悟空动了，不是筋斗云，不是72变，只是最简单的一步踏出。脚下灵山本已龟裂的大地轰然塌陷，一道深达100丈的裂痕从他脚下蔓延，直冲大雷音寺最后的残垣。如来老儿！孙悟空的怒吼震碎天穹云海。500年前你骗俺老孙带上金箍，500年后你抽俺神魂炼阵。今日金箍棒抬起，暴涨万丈，俺要这山
不再遮我眼，一棍砸下，不是砸向如来，而是砸向灵山主峰。轰隆隆！灵山，西天佛门圣地，自开天辟地便存在的万佛山，在这一棍之下，从山腰处齐根而断，上半截山体高达万丈的山峰，在无数佛陀菩萨绝望的注视中缓缓倾斜，然后崩塌。亿万吨山石滚滚而下，无数佛殿、浮屠、精舍在崩塌中化为齑粉，烟尘冲天而起，遮蔽了半个西天。灵山断了，我要这路。孙悟空踏在崩塌的山体上，金箍棒指向西方，指向灵山之后那通往极乐世界深处的灵鹫峰，再不挡我道。第二棍横扫，金色棒影掠过百里，灵山之后800里灵鹫峰，连同峰上360座佛寺，1200处洞天，在这一棍横扫之下，如同沙堆般被夷为平地。两棍，灵山断，灵鹫平。孙悟空站在废墟之巅，看着手中金箍棒，棒身暗金色的纹路在微微发亮，那是兴奋，是酣畅，是压抑了500年后彻底爆发的快意。他忽然仰天大笑，笑声震动西天，残余的佛光在这笑声中寸寸熄灭。痛快，痛快，哈哈哈！笑吧。他转身看向跪在废墟中的接引、准提2位圣人，也在看着他，眼神复杂，有惊怒，有忌惮，但深处竟有一丝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恍然。老和尚，孙悟空用金箍棒点了点接引，今日看在我师父面上，留你们跪着，但记住。他笑容一收，火眼金睛中金光如剑，从今往后见俺师父须低头，见俺老孙绕道走。说完，他不再看圣人，转身走向我，脚步轻快，甚至带着点当年在方寸山学艺时的跳脱。师父，他挠挠头，咧着嘴笑，山也砸了，路也平了，咱回家。我看着他，看着他眼中那重新亮起的属于齐天大圣的光，点了点头。回家归途，我们没有驾云，就一步一步从西天走回东土。路过火焰山时，山中忽然冲出一道黑风，落地化作一个头顶双角、身披黑甲的巨大牛魔，正是平天大圣牛魔王。牛魔王瞪着一双铜铃大眼，死死盯着孙悟空，看了足足3息，忽然仰天大笑，声震百里，哈哈哈！俺老牛就知道，俺老牛就知道。他大步上前，一拳砸在孙悟空肩头。你个糟瘟的猴子，500年，俺还以为你真被那些秃驴度化，成了什么狗屁斗战胜佛。孙悟空也笑，回砸一拳。你这老牛倒还认得兄弟？放屁！牛魔王眼眶有点红，却骂得更凶。那灵山上的狗屁佛陀，一身假惺惺的佛光，看人眼睛都是木的，那能是你齐天大圣？俺老牛第一眼看见就知道那不是你。他转身对着火焰山一声怒吼：儿郎们，摆酒！今日俺兄弟回来了，不醉不归。山中冲出万千小妖，敲锣打鼓，酒坛如山。孙悟空却摇摇头，揽住牛魔王肩膀：老牛，酒先记下，俺得先跟师傅回家。牛魔王一愣，这才看向我，连忙躬身，原来是老祖。俺老牛眼拙。牛魔王直起身，又看向孙悟空，压低声音：猴子，你真没事了？灵山那边。孙悟空笑容淡了些，但眼中的光更亮。没事，灵山也没了。牛魔王倒吸一口凉气，再看我一眼，眼中敬畏更深，却一拍胸脯：好，没了就好。哪天要打灵山余孽，叫上俺老牛。俺这芭蕉扇好久没扇秃驴了。至东海上空，忽然下方海浪分开，一道红光冲天而起，化作一个脚踏风火轮、颈带乾坤圈的身影，正是哪吒。只是此时的哪吒脸色苍白，胸前缠着绷带，气息萎靡。他挡在云路前，看着孙悟空，眼神复杂。孙悟空停下脚步，咧嘴一笑：三太子伤好了。哪吒没笑，只是死死盯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我就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没死。哪吒的声音有些哑。那灵山上的斗战胜佛，看人的眼神像木头。你孙悟空看人，他指了指孙悟空的眼睛，眼里有火。孙悟空沉默了一下，笑容收了：谢了。谢个屁！哪吒别过脸。当年你大闹天宫，我奉命拿你，那是各为其主。后来取经路上，你叫我一声兄弟，我认了。他转回头，眼眶有点红。兄弟没死，挺好。顿了顿，又低声道：凌霄殿上对不住，我打住。孙悟空一摆手，笑得洒脱。那时候你不知情。再说俺老孙被压五行山时，你不也偷摸给送过桃子？哪吒一愣，随即也笑了，笑着笑着咳嗽起来，咳出血丝。孙悟空上前一步，伸手在他肩头拍了拍：好好养伤，哪天养好了再来打过。一定。哪吒重重点头，又看向我，躬身行礼：老祖，我颔首。哪吒让开云路，我们继续东行。身后哪吒的声音随风传来：猴子保重。孙悟空没回头，只挥了挥手：归家。斜月三星洞，洞门依旧。门前那棵老松比我离开时似乎又长高了些。孙悟空站在洞门前看了很久。500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，500年后他回来了。师父，他忽然说：俺当年走的时候在这树下磕了3个头，记得俺当时说要让3界都知道俺是您徒弟。现在。孙悟空挠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好像搞反了。现在是3界都知道您有个不省心的徒弟，害得您出山打了灵山，揍了圣人。我推开洞门，进来吧。洞内一切如旧，石桌石凳，
一尘不染，仿佛500年的时光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孙悟空走进来，走到当年他常坐的那个石凳前，伸手摸了摸，忽然笑了：“师傅，俺做您徒弟是不是特别亏？亏什么？您看啊！”他掰着手指头数：“俺大闹天宫，您得兜着；俺被压五行山，您不能救；俺被抽魂炼魄，您得逆天改命来捞俺。这徒弟当的光惹祸了。”我走到蒲团前坐下，看着他。悟空，转过来，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一手教出来的猢狲，看着他从顽石生灵到学艺下山，到大闹天宫，到被压五行山，到西行取经，到被炼成阵眼，再到如今重新站在我面前。你不是亏，我说。孙悟空怔住，你是齐天大圣。我缓缓道，你生来就是要捅破天的，天若不让你捅，你便不是孙悟空，我收你为徒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，不是要你当个乖弟子，是要你永远是孙悟空。孙悟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很久，他忽然跪下来，对着我重重磕了3个头，和500年前一模一样。然后他抬头咧嘴笑，笑得眼眶发红。师傅，俺回来了。这次不走了。好。夕阳从洞外照进来，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影子里的那只猴子，头戴凤翅紫金冠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脚踏藕丝步云履，手握如意金箍棒，还是齐天大圣。